我們在湖南深山一處懸崖絕壁之上找到了一座由巨石搭建的神秘殿宇，它隱匿於奇松怪石之間，海拔843米，仿佛一座天空之城，需要攀登近5000級如天梯般的石階才能到達。這裡是位於湖南常德、桃源、石門、慈利3縣交界處的新德山山巔。這座殿宇名叫星子宮，是一座修建於明朝洪武年間的道觀，有600多年的歷史。可惜的是，由于受到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星子宮城一度慘遭廢棄，牆倒屋塌，雜草叢生，一片荒涼和破敗。那時候的這裡幾乎就是鮮有人跡啊。可誰能想到，30多年前，一位23歲的妙齡女子為追隨愛人，竟拋棄塵世，遁入這座深山裡荒無人煙的廢棄道觀，過起了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至今都未曾離開。女子出來時，星子宮不通水，也不通電，那麼她究竟是怎樣生活的呢？30多年過去，星子宮現在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跟着我的鏡頭登上新德山，走進星子宮，去探個究竟吧。大家好，我現在来到了新德山的山腳下。據当地村民說呢，爬上最高峰的星子岩到那個道觀所在地呢，需要2個小時時間。但是一路上奇景不斷，奇觀不斷啊！廢話少說，我們往上爬，走。這是一片仙氣飄飄的原始森林啊！你们看，在這路邊呢，還有一塊大石頭，上面刻着一個道字。走不了幾步，我們來到了老君亭，裡面供奉的呢是太上老君，還有一條金牛。你們看這個小殿宇前面有副對聯啊，寫的非常有玄機。你看，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走，我們繼續向前。你們看，道路旁邊的話有護欄啊，這一段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好走。但是呢，不可小覷啊，因為它的總高度到山頂的話，據說有840幾米高。看來今天是舍身登山了。新德山啊，以前是叫星子山，這座山是跟朱元璋是大有關係。當年朱元璋派了5萬大軍圍剿陳友諒的兒子陳禮的時候呢，在這個地方展開血戰，方圓100里之內屍骨堆積如山吶。後來朱元璋為了紀念在這裡陣亡的將士們啊，在山頂上修建了那座道觀。這就是道觀的由來啊。我現在已經爬得汗流浹背了，但是呢，應該還不到1/3的路程。據說爬上新德山總共需要5000個石階梯，但是呢，我估計看現在呢，應該是不到1000個石階梯。你們看，這路上啊，石階梯全部都是一塊一塊的厚厚的這種石頭鋪就的。那當年古人呢，是怎麼把這些石頭運上山的呀？好，那將是一個多麼浩大的工程，是不是？野生的登山棒。我現在回頭看來時的路啊，哦，確實很陡峭，但是我看到離下面的平地已經很遠了，下面的風景很美啊。这個地方山路越發陡峭了，你們看地上現在全部都是整條的條石，看坡度有60到70度哎。走到這裡，我已經看到那面的山上的古建了，勝利應該就在眼前了。在新德山上啊，以星子宮為核心的大小古殿宇共有11座，它們按北斗七星排列，在秋冬季特定的時段與夜空中的北斗七星交相輝映，非常神秘。但
但其餘的殿宇也同星子宮一樣，因為自然與歷史的原因，一度香火中斷。如今它們又是什麼樣的呢？我們來到了一個殿宇前面呀，哇，這是一個石頭的殿宇啊，看它的材质啊，這個應該是當地的紅砂石，全部是石頭構建的，據說是榫卯結構，裡面呢也沒有木頭什麼的其他的材質啊。殿宇的門頭上面寫着接引殿，接引殿是啥呀？据說是佛教裡面啊，把信众接引往西方極樂世界的殿宇。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供奉的是誰？哦，这位中間這位是地藏王菩薩吧？然後這兩邊兩位你們認識嗎？我有點不太認識哦。哎，彌勒大肚彌勒竟然躲在後面，下面還有幾尊小的佛像。在這個殿宇的旁邊啊，竟然有一個蜂箱。雖然已經是初冬了，這裡的松樹依然是蒼翠有力。我們接下去往下一個殿宇。眼前這條叫百步登，所謂的百步登就是由100條紫石鋪成的階梯組成的，它的坡度、它的傾斜度啊，足足有80度，好艱難啊！在我快要放棄的時候，我想起一句話：凡是你覺得很艱難的，它走的就是上坡路。確實，我現在走的就是上坡路，不遠了，目標就在不遠了。上，我感覺到我快接近山頂了。你們看，前面就有一座古樸的大殿，更高處的那一座應該就是星子宮了。再加油啊！看到這棟古樸的殿宇嗎？這個就是文昌閣。文昌閣也同樣是純石質的結構啊，但是它修建的比下面的接引殿更為精美。你們看上面的雕刻，盤龍的浮雕栩栩如生啊，口裡含了一顆珠子，你們看，哇，太漂亮了！屋檐上還非常清晰地雕刻着一些古人的生活場景。門口一對憨態可掬的石獅子，我們進裡面去看一下供奉的是誰。這裡面供奉的中間這位應該是文昌帝君了吧？誰家有小孩子考試啊什麼的，到這裡來拜拜。蠟燭還亮着啊，有供奉的一些橘子啊、礦泉水、飲料之類的，也是放了一個蜂箱。供桌上很有意思啊，這裡竟然有一本書，畫的是古代的，這位是男的，這裡應該是一位婦人。這上面的文字我看不懂哎。書旁邊呢有一個小茶壺，會不會動啊？不會動啊。然後這裡呢是筆墨，好神奇哦！這樣的雕刻我還是第一回見。你們看這個殿宇的屋頂的架構，真的全部都是石質的榫卯結構。我從側面看啊，這座殿宇真的是非常的雄偉。看這個柱子啊，這周都是整條的石頭雕刻而成的。這個從山腳下面運上來，要花費多少的人力物力啊！上面的梁柱這麼粗，你們看。這邊呢，這是小小的一個平台。這個平台的話呢，你們如果過來的話要小心一點啊。你看，往那邊走。走着走着一腳就踩空就下去了，那就下輩子了。好，我們下面離開文昌閣，往星子宮挺進。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座古墓啊，同樣也是紅砂石的材質。你看這個墓碑上啊，寫着龍門羽化恩師張修明本墓老真人，生於乾隆47年，亡於道光30年。到如今，目前的香烛啊，還是依然在燃燒，有人供奉了香油。在這座墓的旁邊啊，有一塊
像飞来巨石一樣的岩石。你們看這塊岩石上面全都是一個個這樣的小小的孔洞，哎，這個都是天然風化而形成的吧？裡面可以藏一些小的生物。哇，这邊又有一塊這樣的巨石啊，猶如飛來的巨石一樣，刀劈斧砍呀。我聽說啊，這塊石頭是以前的天上落下來的隕石。在石頭下面還有一座小廟啊。裡面供奉了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两位的话已經被熏得黑乎乎的了。它這邊每一個宮殿啊都有一個蠟燭燃燒着，所以說明啊都是有人來這裡天上香點蠟燭的。這裡有一塊好危險的岩石啊，你們快看，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舍身崖了吧？哇，天哪，我腳都發顫哎！它凌空在懸崖上面，看這下面，這真的是1000米的懸崖哎！我上来一点看好吧。關於這個舍身崖呀，有一個傳說啊，說是當年啊，有一位在此修煉的道長，修煉了幾十年以後啊，他覺得自己啊是已經得道成仙了，所以呢就從這個舍身崖上往對面的山頭跳，結果一跳呢就跳到下面去了，死了。所以舍身崖警示我們千萬不要過分高估自己的能力啊，否則可能會粉身碎骨。過舍身崖往前，我們終於看見最高峰星子岩和上面的星子宮了，太宏偉了，矗立在那裡猶如天空之城。傳說星子岩啊是孫悟空大鬧天宮，打翻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時從天上落下來的一處火苗，所以星子岩自帶仙氣。這棵松樹長得好奇特哦，它竟然是橫着長的，擋在這個去往星子宮的路上。它的根系啊是趴在這一塊岩石上。我看到過榕樹長成這樣的，真沒看見過松樹長這樣的。但是它確確實實是棵松樹，看見沒？松針還在這裡呢。哇，這邊的岩石真是奇形怪狀的堆疊在一起啊！這塊岩石上面竟然有一棵貌似迎客松的松樹啊，真是一棵老松樹了。在拐彎處又有一座宮殿，沿山路而上，真的到處都是這種殿宇。我們進這座殿宇看一下，哇，裡面有點黑哦。這裡面供奉的是誰呢？這幾個呢是唐僧、孫悟空師徒4個哎，但是少了一個白龍馬。所有這裡面也全部都是石頭做的，包括這個供桌，供桌上面的雕刻還是十分的漂亮呀。好了，我們繼續往前走。轻微划伤，血盆大胃大量出血。看，那個就是星子宮了。哇，真的是非常雄偉又非常古樸的一個建築啊！你們看，這裡就是新德山的最高處。這是一座明朝洪武年間的殿宇啊，都是歲月的痕跡啊。當時這些全部都是用手工雕琢出來的。整個建築同樣是全石質結構，牆體用條石壘砌。從條石間的水泥可以了解到，當年啊，它曾經遭受過嚴重的損壞，甚至倒塌過。這水泥啊，應該是現代人們修復的時候砌上去的。看門頭上面寫着星子宮3個字啊，這裡面供奉的呢就是真武大帝，跟武當山是一樣的啊。哇，你們看這個雕刻，荷花的雕刻門頭上，好漂亮，是不是啊？這邊也是，看門前的這對石鼓啊，龍虎斗，這是龍虎斗是吧？哦，看看它的住處
住處的石頭雕刻也是十分的精美。哇，这个时候夕陽好美啊！在星子宮的側牆上面啊，有一塊石碑哦，是鑲嵌在它的牆壁上面。這個呢，我感覺應該是就是當年的功德碑。周國英捐銀4兩。聽說星子宮啊，是清朝的時候有復建過，那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清朝的時候的一個遺留的東西。圍繞着星子殿有一個大平台啊，那就在這平台外面就是懸崖絕壁了。我們繞着這個平台走一圈啊，哦，景色真的好美，這裡看。那邊有一塊石頭啊，長得好奇特，就像是一根石柱子頂着千斤巨石一樣的。哇，那邊是一座一座的廟宇，有6、7座吧。再往那邊呢，就是張家界的奇峰了，太美了，這上面。感覺這裡的山峰呀，就像是在開會似的呀，太奇幻了。而且感覺他們都是朝着一個方向的，就猶如一種萬山來朝鳳的一種感覺。那邊呢，可以看得到村莊、橋樑、河流、公路。在星子殿上面呀，還有一個南天門，你看。上面寫着毫無四象，啥意思知道嗎？懂的朋友來給我解釋一下哦。哇，我們跨過南天門吶，喲，危樓高100尺啊！到這一面你們看，哇，前面有4尊瑞獸，是吧？這是石獅子，那邊呢像是象，但是這大象的鼻子呀已經被切掉了一半了。然後這是啥呀？這個是啥呀？你們認識嗎？然後門的左右兩側有一副對聯，看右邊是石壁星輝觀其上，如鏡碧天池舞。這邊是佛宮月朗到此間，頓望塵世3000。站在南天門後面，哇，感覺自己真的離天3尺近啊！蒼穹大地，非常的壯美。在星子宮的旁邊呀，就是守廟大姐的居所了。而這位守廟大姐就是我們的主人公。大姐您好，您就是在這裡守道觀的是吧？啊。哦，您貴姓了？我姓黃。哦，黃姐。聽說您在這邊已經守了好多年了是吧？我是從92年上來的。92年。從我老公從92年10月初1上山的。30多年了。33年了。哦，一直都在這上面呢。啊。哦，我老公你們倆就一直住在旁邊的這個小石屋子裡面啊？是的。這邊水電都有嗎？前頭我們來沒電就點的蠟燭。哦，剛開始來的時候還沒有電，什麼都沒有，它柴壁一片荒涼，這麼深的草。水呢？水的話需要挑河，到現在要挑水要挑。去哪兒挑水來？那個佛殿前面那一個大井。哦，還要到那遠處挑上來了。啊。哇，這個太不容易了。那咱們各位，大姐，那你們為什麼30多年來，從20幾歲的時候就趕到這上面來生活呢？不在底下？而是我老公他是非常信仰菩薩，那時候我不信仰菩薩。可能是被他慢慢吸引的。那時候這個時候山上是一片荒涼，這個地方有一尊菩薩，一尊菩薩就是傳播，就是泡在那個雨位上，之後他就下決心
到處搞錢了，花人呢就拖這個瓦，把這個菩薩點上去，這個瓦把這樣了吧，就這樣了。哦，一開始的時候，這邊等於說是一片荒涼，就只有這個石頭，只有個牆，哦，建設項目沒有什麼。哦，那真的是你們2個人把青春都是這就是放在這個上頭了。哦，還有，我們這裡還有配這個頭的，你看一下吧。還有山下的這些老百姓是吧？这头像到這裡。哦，這個是重建新德山的其他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你們發頭的，然後他們一起參與，是建起了這個，然後你們2位一直守在這裡，就是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獻給了這裡。那你已經搞到這個是搞成這個樣的話，你肯定什麼都要以這個為主嘛。如果是年紀大的話，你就拽在這上面，不为這個主可以呼哈歡氣。那麼年輕拽上上，你一點點成績不高，一點拽在上那有什麼意義？對。2000年搞建設，2000年。2000年開始搞建設。因為當時我們真是一個是到這裡人生地不熟嘛，連飯錢都沒有嘛。哎，那你們2位不是本地是這裡人嗎？我老公是常德的。你老公是常德。我老公是常德烟厂的。當時你上來的話，應該這麼年輕的時候放棄煙廠的工作上來，這個就是家人很不理解的。是啊，一般人不理解。他媽媽到這裡卡回的卡7年。卡7年就請他單位上的這個當官的，還有派出所的，還社會上的牛子，請他卡7年，卡回的，讓他卡回去。是這樣的啊，不是這樣的，那是堅持不下去的。對，真的這個，因為你水土不容得到。而是我是被他改，那時候被他改人，就是我們當時來是有20年商场沒看到人，這個人都是從現在近幾年才是有人來。慢慢這2年才開始慢慢有人來，就是近幾年才是有人來。原來話是一年到頭看不到人，而且喜歡北米都是到我媽媽家裡背的，我媽媽就走到這個山下面好遠。我們才在維持下來。這樣的，那不是在你們2個在上面青燈古佛的，不是非常寂寞嗎？不害怕嗎？沒有寂寞的時候，因為我們當時呢還有這個前面長報燒香嘛。燒香嘛，我們還前面要上展望課嘛。就是你們就是每天都要這麼多廟，全部都要給他點上香，點上蠟燭，做好清潔。都是你們2個。那時候我們是從2015年之前全部是我們2口子的堅持的，因為請不起，沒有錢請嘛。我老公也在下面挑米、化緣，搞這些，我在上面要燒香、點燈。這個是維持下來。但是我們來之前有做20鋪、30鋪人都沒有都能維持下來，因為他要不就是1個月的，要不就是1個男的，他是維持不下來的。是的，就這麼樣。這就慢慢現在就我老公去修那後面原來就沒有道觀，是原來是道和佛都這個總殿，所以我老公就把那個佛的就擺在前面，從這個下面的道全部就是道觀。那冒昧問一下，你們有孩子嗎？有啊。我有2個孩子。有2個孩子，那他們小的時候上學啊啥的，怎麼辦呢？我小兒子都在這上學的時候，從7歲、8歲、9歲、10歲跑通宵。每天上下學都是從山上到山腳。是的。然後晚上放學的時候在山腳下爬上來。是。哇，太不容易了！我们今天爬了一圈，真是累得要命了。因為他是都吃的，都說也吃的下面山下有個小學嘛。一直到4年級，4年級到5年級和6年級就結束了。初中就結束了，高中也結束了。後來就寄宿了。太難了這個。那當時是要怎麼講哎？這個話就是我老公反正圍這個香上就轉上轉下。對，您老公就是有這個信仰所以呢，您呢也被感化了，然後您就是追隨着您老公為您老公點讚，也為您點讚。從23歲妙齡到56歲人到中年，他追隨一個男人，用整個青春來重築並守護這座山巔道觀。有人笑他痴，也有人笑他傻，而他自己則把這一切歸為命運冥冥之中的安排。33年光陰裡，他所經歷的艱難困苦，
所忍受的遠離人群的孤獨寂寞，絕非此時他口中的三言兩語和輕描淡寫所能夠描述的，也絕非常人所能夠承受。那麼這一路到底是什麼支撐着他呢？我想，那一定是愛和信仰的力量，更是一個中國女人在柔弱的外表下潛藏的無窮力量。